家好，我是吴艺兴。这个单元呢是要介绍日治时期台湾的流行歌。那这个日治时期呢，台湾的流行歌呢，跟当时开始广播网的建立呀，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以及唱片工业的兴起呢，息息相关。那还有我们也会谈到说，在这个流行歌的这流行的现象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治时期台湾对于乡土的重视。那这些种种的因素呢，都会造就日治时期流行歌的黄金时期。那首先呢，我们也是要讲讲因为这个就是日治时期的这个整个音乐产业呢，当然就跟当时统治台湾的帝国日本非常息息的相关。那日本呢，也是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呢，开始就是努力的吸收西洋的这个音乐乐理。那他们开始就是在吸收了西洋音乐以后呢，建立他们自己的国民音乐那譬如说最有名的就是龙莲太郎的《荒城之月》，然后它融合，就是它把那个西洋的旋律融合了原来日本和歌的7/5调，那变成是日本他们的现代音乐的一个基底。那到了大正时期的时候呢，更进行了就是新民谣运动还有童谣运动等等。那这些运动呢，都是由当时的非常有名的日本的诗人，还有就是作曲家他们合作，他们去日本的各地，因为当时的日本呢，他们也非常重视他们的乡土，主要是因为帝国开始扩张所以他们为了要就是让帝国不会出现分歧还是什么，他们开始说注重乡土呢，最后的目标呢，就是因为注重乡土而去爱这一个国家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到各个地方去收集各个地方的民谣，然后再把这些旋律采集起来，把它的这个歌词呢变得比较漂亮当然因为各地平常那个唱歌的时候有些抽歌打混或是比较不入流的歌词，那这些诗人呢就把它变得比较文学性的、比较高尚的一些歌词然后就积极下乡采取各地的这个民间的音乐素材，然后重新塑造出日本的新民谣。那这个新民谣到昭和的时期呢，就达到了这个全盛时期然后产生了不少充满地方性的创作民谣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很多所谓的民谣，其实都是后来很现代才创作出来的。那当然这样子的这个走向呢，因为就随着日本的唱片工业的兴起，那它背后是因为有广播的网的慢慢的建立，然后再加上就是收音机的慢慢的普及还有消费文化的成熟慢慢撑起了这个唱片市场。那这个唱片市场又跟这个新民谣运动呢就相辅相成就造成了日本唱片工业的一个非常的盛行。好，那当时呢很重要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呢，就是由西条八史作词跟中山靖平作曲的《东京樱头》它是新民谣运动里面最具代表性、最为畅销的作品，然后并延伸出一系列同质性很高的这个作品。然后但是呢，这个东京樱头呢，也变成是日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地方民谣的象征。它随着日本的这个广播节目什么什么，它也都传到了殖民地朝鲜或者殖民地台湾去好，那台湾呢，也是在1920年代到30年代以降呢。因为都市化的成型工商业发达，还加上所得的增加，那促使人们的消费能力提升，开始注重休闲生活。那这种经济环境的转变呢，反映在音乐上面呢，就是流行产业的这个诞生那这流行产业诞生呢，首先很重要的一个土壤呢，就是日本在殖民地台湾所铺设的广播网。那1925年呢，日本本土呢就成立了东京放送局，开始播音。那同年呢，也是在台湾播放了有10天的时间所以是台湾的广播之始。到了1930年代呢，因为日本人他们觉得说，广播是非常有利于他们的国语教育，也就是当时在台湾的日语教育的推行，所以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台湾各地就是成立放送局，然后把这个整个广播网呢就是密集的广播网铺起来那所以呢就变成了当时流行乐非常重要的传播管道。
除了这个广播之外呢，收音机的出现呢，也带来就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台湾民众而言很不一样的这个收听的习惯。好，那因为这些种种因素呢，那当时呢，日本的唱片工业也开始进入台湾。那比较重要的2个唱片公司呢，就是胜利唱片行跟古伦美亚唱片行2家公司，他们也都在台湾那个设置分公司，然后在台湾展开了竞争。那一开始呢，这些唱片工业很重要，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新民谣像东京鹰头这些新民谣之外呢，很重要的就是随着电影歌曲。那电影歌曲当然一开始就是日本的电影比较多哈，所以他们就传进来很多日本的电影歌曲。除了日本的这个电影歌曲之外呢，当时呢，台湾人也会收看从中国来的电影哦。那中国大陆来的电影呢，就是也是在各地的戏院里面上映，而且深受台湾人的这个欢迎啊。那当时因为都是默片比较多，所以会有辨识在旁边，就是解释这些电影的剧情。那通常呢，这些电影呢，为什么要有电影歌曲呢？就是为了要宣传跟行销，也就是说，告诉各位观众说，我有这部电影上映了啊，所以然后就是用这个歌曲来宣传。193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中国电影《桃花泣血记》，它就要来台湾上映。那这个时候，那个台湾人呢，就由这个非常有名的辩士詹天马他作词哈，然后配上那个本来的《桃花泣血记》的这个歌曲，变成台语的电影歌曲《桃花泣血记》，然后在台湾各地就宣传。结果这首歌呢，就因为就是写的歌词太好了哈，又跟恋爱有关系哈，那所以除了就正中了当时台湾人民的这个心声哈，所以呢就变成大街小巷传唱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那一般就会认为由詹天马谱词的这个台语流行歌曲呢，是台湾的第一首台语流行歌曲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歌词，它里面就有讲到说，恋爱无分阶级啊，第一要紧是真情啊，这些礼教束缚非现代，最好自由的世界这样子的一些歌词哈，那就跟当时台湾急欲就是宣传这个自由恋爱的风气呢，非常相辅相成。当时的这个《桃花泣血记》呢，也由当时非常当红的人气歌手蠢蠢所演唱。那我们就来听一段当时蠢蠢所演唱的《桃花泣血记》。那刚刚我们听到蠢蠢所演唱的《桃花泣血记》呀，就会觉得跟现在我们听到流行乐唱腔很不一样。它是带点那个歌仔戏的这个唱腔在里面哈，因为当时呢，这些流行的歌手呢，他们原声都是就是唱歌仔戏出来的哈，所以就是会跟我们现在感觉听起来好像比较老一点，没有那么流行的这个感觉哈，但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唱腔哦，而且它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那个蠢蠢在里面有破音的呈现，在当时也是非常 sexy 的这个感觉哈，那跟我们现在对音乐的要求也不太一样哈，而且充满了真情的这个气氛。好，那这个蠢蠢呢，他在当时呢是古伦美亚唱片行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歌手。那我们刚刚讲到呢，那个胜利唱片呢跟古伦美亚唱片在台湾展开了他们的竞争。那其中呢，古伦美亚唱片就是在博野正次郎的这个领导之下呢，就是积极的进行很多台湾本土化的歌曲的创作哈，所以呢就是开启了台湾当时流行歌创作的这个黄金时期。那这个呢，就是也是跟当时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台籍创作者的出现哦，像邓宇贤呐、陈君玉这些人呐，他们呢多为赴日学习音乐，然后回台的人哈。那还有就是就是这些歌手呢，他们比较像蠢蠢啊，他们这些歌手呢是歌仔戏出身，然后但是他们也有赴日就是灌唱片的这些经验者，或者是有受教于外国传教士的这些人呢，他们一起就是投入这个当时就是台语流行歌的创作。
那特别是1933年开始哈，就是陈君毅他就主掌了古伦美亚的唱片行的这个文艺部，然后他延揽了当时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些创作人才。当时的他们就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歌呢，就是《望春风》了。那我们现在有听到很多我们想到说，想到台湾歌谣，你会想到什么歌呢？我们就可能想到《望春风》啦，这些就是等等的歌曲呢，其实呢都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被创作出来的，蛮新的这些现代的流行歌哈，跟我们早期讲的这个民谣，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定义。那在古伦美亚这样子的本土化策略就非常的成功哈，所以在台湾就是除了就是筑起了台湾的台语流行歌的黄金时期呢，造就了当时的那个流行歌的产业。那因此呢，这个胜利唱片行它也开始网罗很多台籍的人士担任无印部长来谱写跟创作台语的流行歌曲，然后相当强调台湾本土的色彩在里面。那因为《望春风》呢这首歌呢实在是太脍炙人口了哈，那所以呢甚至就是因为《望春风》这个曲子呢还有了一个电影出现，叫做《望春风》这个电影哈。那这电影同样也是就是描述到因为家庭困苦啊不得已呢必须要去做艺妓的这个女性，她的这些就是非常心酸的爱情故事哈。那在当时也是就是造成了轰动。除了这个流行歌产业带动创作民谣的兴盛之外呢，台湾在当时呢也开始兴起了所谓的台湾歌谣整理运动。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台湾歌谣整理运动的产生呢？主要也是开始对台湾本土文化的重视，就是因为呢，当时的因为学校教育已经非常普及了，那有非常多的新知识分子呢，发现，现在台湾的小朋友呢，他们都用日语唱日本的儿歌，但这些日本儿歌所描述的风景，根本就是台湾看不到的风景，很不一样，或者是描述对天皇的爱这样子，他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台湾也应该让我们的台湾的子弟呢，能够唱到很台湾味的味道。那再加上当时新文化运动也是继续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收集歌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还有就是，藉由收集歌谣，也可以更贴近大众。好，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就是进行了非常多的这个歌谣，就是当时的歌谣的整理，然后也是跟日本人他们当时在做新民谣运动的时候有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整理这些歌谣啊，那除了如实的记录下来之外呢，也开始有一些重新的创作。但是这样子的这个新民谣运动呢，造成了另外一个就是矛盾的情形，因为太过强调了台湾味。但是反而这个，因为你要讲台湾味，然后反而变成有点走味哈，或者是说变成有点是戴着日本的帝国的这个眼镜，然后就是或者是投日本所好的这个台湾味出现，也有人这样子的讲法哈。但是呢，无论如何呢，以现在来看，当时确实是创造出非常多的具有台湾色彩的这些创作民谣。那当时呢，对于台湾歌谣的整理，对于现在我们要去研究台湾传统歌谣或是什么，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些资料。然后，但是呢，这样子的这个黄金时期呢，在那个30年代末期啊，到战争时期的时候呢，渐渐就有点变调了。譬如说呢，《望春风》之外，邓雨贤一个非常重要的歌曲叫《雨夜花》。那这个《雨夜花》呢，它本来是非常具有台湾味道的这个歌曲，但是呢，在战争时期的皇民化时代呢，它就被改编成为名誉的军夫是就是提倡大家去帮日本去当兵的这样子的一个歌曲。那《月夜愁》也被改成了军夫之妻，然后《望春风》被改成也是军歌，大地在召唤。那诸如此类呢，就是这些本来很强调这个本土化色彩的这些歌曲呢，就慢慢的就被迫染上了这个皇民化的色彩。就是这个单元结束之后，我们就请各位同学也去想一想，那现在当时的流行歌是那个样子，然后非常的强调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味道。好，那唱腔跟现在也有所不同。我想请各位同学呢也去就是想一想，那你觉得在全球化的今日呢，最具台湾代表性的流行歌曲有没有？
然后你可以举出哪些歌曲吗？那它跟当时日治时期的流行歌曲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单元我们也讲到，当时流行歌的这个盛行呢，跟唱片工业、还有这个广播网、还有那个放映机，这些普及呢，都很有关系。那但是呢，现在的我们呢，因为尤其是现在人手一机手机的时代呢，那各位同学还有在听广播吗？那你是什么时候会听广播呢？因为在对日治时期人来说，广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休闲，还有得知新知的管道。那我们现在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广播又具有什么样现代的功能？那你都会用？那你还会除了广播之外呢？你如何去接触流行歌曲？那你觉得流行歌曲在以前它这么的重要，那现在它的地位又是如何呢？就请各位也可以一起想一想。那这个单元呢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